你呀，要多注意休息，伤的可是头，这事儿可大可小，啊。小伤而已，早已无碍。倒是你这肩上，每逢阴雨就要发作，跟了你5、6年了。没事儿，浮亭雨水多，湿气重，没准回趟京城，反而养好了。陈千户，陛下此番让定国公进京，究竟是何事？陛下的心思，卑职等怎敢揣测？啊，少帅请放心，定国公是我等敬重之人，此番前来也是例行公事，定会护好国公安危。殿堂，行了，别老皱个眉头，没事儿。陛下八成啊是想把我叫回去，问问海灾的事情。记住啊，照顾好你舅母。嗯。请吧，国公。大帅，飓风海啸虽止，但还有100余户灾民的家尚未修补完成，这赈灾怎么办？定国军的将士都给我听着！就算天塌下来了，救灾也不能停，海涝一旦完成，赶紧帮着百姓播种，只有秧苗种下去了，民心才能稳当。都听清楚了吗？是。大帅，整个定国公府都被禁卫包围起来了，没人能进出。怎会如此？这案子怕是没那么简单。少帅，前后院都有机引卫把守，加起来有40、50人。若圣上只是寻常召见，何须如此兴师动众？少帅，我们冲进去把定国公家人救出来。对，不要轻举妄动，在这等我。是。深夜叨扰，我主姓梅，南方商贾，行经此地，望借宿一晚。小姐醒了。什么时辰了？刚过寅时3刻。小姐，有一行商贾来庄上投诉，为首的自称梅公子，可我看一行人个个虎口生剑，行不无声的。陈先生遣人来了好几次，问小姐醒了没有。快去请陈先生过来。庄内仆从口风甚严，只知道做主的被称为4小姐。4小姐，我们怕是遇到了麻烦。
那行人来历不简单，他们是定国公麾下的人马。先生何以见得？那个自称账房的青衣文士，姓严，名朝清，是定国公麾下最得力的干将之一。先生认得此人？承蒙小姐错爱，我以前的经历有所隐瞒。我不会认错，他是昔年福亭巡抚张凯的幕僚，只知道本名不叫陈曲水，而是陈布。那个被舅舅斩于阵前的张凯。15年前，东域海匪围攻福亭，巡抚张凯弃城而逃，被定国公生擒并斩于剑下。而我的救主正是张凯。启程大旨，严朝清必然会认定我是不义之人，连累了小姐，先生快请起。我拜先生为幕僚时，便承诺过，不问先生的过往。主上贪生怕死，又不是你能阻拦的。我担忧不解的是，这真定无粮可借，无兵可用，他们为何要隐姓埋名来此呢？那个梅公子带着个婴儿。婴儿。孤城一望海波寒，10年冰心震东南。只恨临了欲长夜，遗儿危涕何处安？临了欲长夜，遗儿何处安？定国公出事了。乳娘，水仙还有奶吗？进屋好多了，实在是连着几日赶路，又雨大路颠，若不停下歇息，只怕孩子守不住。放心吧，快到了。自古圣心难测，你舅舅此去不知吉凶，眼看这阵势，怕是全家都躲不过了。这是你舅舅唯一的血脉。舅母，我带你们一起走。如此一来，便谁也走不了。你是知道的，替我护好他。舅母，我一命起誓，不会让他身上沾一滴血。定国公圣恩深隆，年初又俘获周岛大捷，福亭飓风海啸，他又亲自领兵赈灾，京中笔墨铺子也没有收到消息啊。定国公是超品公爵，手握5万定国军，真出事也只会密令让姬颖为押解，否则激起兵变，朝廷如何应对？小姐是如何得知的？功高震主，自古如此。刚才说到婴儿，去年9月福亭来信时便曾提及过，定国公府采买婴儿用具，有喜的定是国公夫人。若果真是大厦将倾，难前托孤，又被我毁于一旦，那他们是不会留下泄露之嫌的。那梅公子，你可曾认识？梅公子虽然年轻，但气度森然，余下之人对他格外恭敬。年纪轻，却能在这个时候调动定国军精锐利营，普天之下，唯有宋墨了。宋墨13岁就奇袭了鱼岛，年初在危难之中创周岛之大捷。若真是他，
那我们定难逃命啊！查过了，女眷42人，家仆小厮20人，还有一年迈老妇，有仆妇守着，已经安寝。陆正、陆明守死了出入口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。四小姐，商队中约有10人没了踪影。他们围住了庄子要处，是要涂庄灭口了。也罢，此事由我引起，就让我来承担吧。我去找他们，杀我一人便是。陈先生，偷藏遗孤，乃诛族重罪，换作是我，为了孩子，为了部下，为了家人，也会涂庄灭口的。为掩人耳目，他们必将在天亮余止前动手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去让妥娘关紧门窗，别惊扰到祖母。世子，他们有动静了，要不要兄弟们？我知道世子从来不伤妇孺，但为了保护小公爷，也别无他法。那姓陈的品行卑劣，如今跟随的必是一丘之貉。若此事传了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舅舅唯有这一死，救我跟前，我以立誓护他平安。来世遭天谴还是下地狱，我担着。要勤要快，别吵着孩子。是。四小姐，雨夜出访，这么着急要去哪？风大雨急，在下可送你一程。没用的，军中剑路100步内无人可逃。对不住了。世子这步棋，真是走错了。世子，定国公因抗旨不遵，私自抄家赈灾，正蒙谋逆之名押解回京，家眷悉数被扣。世子与定国公情同父子，此时雨夜携鹰急行，是要将定国公唯一骨血托付藏匿起来吧？你是何人？我乃公正司女官，圣上早知世子会如此行事，特命我在此等候，通传口谕。世子是要同定国公共担谋逆之罪吗？公正司向来是陈顺负责，你是他的人。世子莫用试探我6局1司中，并无陈顺此人。可有令牌？令牌。你既知我名号，
便知我审过多少奸臣海匪。你确知朝中威武，才能装出7分相似。可说到细处，你局促难藏。你手心有汗，料你一人难除此谋患。受谁指使？说出来，我留你全尸。小姐，成了。声东击西，拖延时间，你查我？我并无恶意，只是唯有这样，世子才会愿意坐下与我好好相谈。小姐何须同他们多言？眼下孩子在我们手里，我们护送小姐离开，他们又敢怎样？好啊，那把主屋的老夫人也叫醒，一起上路。世子且慢，休得胡言。邪鹰是为了相商两全之法，并非逃走。要厮杀，还是要相谈，都由世子定夺。定国公尚在押解途中，圣才犹未可知。世子冒着惊动衙门乃至刑部、大理寺的风险，想要涂庄灭口，想必世子欲要托付之人，就在这附近吧。此处谭家庄远离庙堂，素行忠义。听闻定国公对谭家有恩，的确是不二人选。此女心思深沉，诡计多端，世子万不可与她多言。世子不必视我为敌人，定国公讲事一门，我一向敬仰。不知现在情形如何了？有此一问，是因为此事的要害之处不在于孩子，而在于定国公。若定国公能纾困，孩子自会安然。世子也不必行这不义之举。定国公忠勇，天下皆知，朝中能够分辨之人，自会上书陈情，小姐不必操心。想必因国公夫人眼下正在四处奔波，让旧交们联名上书，求情喊冤吧。寻常来说，这是征兆，但定国公并非寻常之人，这般好意，怕只会成为定国公的催命符。哼，乡野之女，岂敢口出狂言！你，四小姐，请继续。昔年王翦所填，始皇帝一笑而过，萧何自污，汉高祖不疑有他，而周亚夫有横扫7国之功，却只因几句谗言，含冤呕血而死，为何？功高盖主，自有小人劫度进谗，企图谋逆上听。苏子云：“人必先疑也，而后谗入之。圣上若不是早生忌惮，谗言便不会得逞。你个叛逃之人，懂得什么君臣？群臣喊冤，便是叫板皇权，结党相迫。你说，圣上是更放心，还是更忌惮？依小姐之见，该当如何？依我之见，不如反其道行之，让朝臣们纷纷落井下石。定国公独木难支，毫无帮衬，地心忌惮，自会消解。陛下念及多年之情，此事应会依小惩戒。往后为了朝局安定，圣上自会更加重用定国公。可圣意谁能猜得准？此举会不会太过冒险？四小姐远离朝堂，
却很会审时度势，谋算人心吗？你怎会对定国公案如此了解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因何隐居在此？苏兰，放下武器，不可造次。东明，让容娘进来。还是打嗝不止。是不是出生以后一直都这样？还身子凉，发虚汗。素心，去把我平日调好的羊乳温热了送过来。是。你一个没出阁的姑娘，也懂得如何奶孩子。庄中很多婴孩，我都照料过，自然是比你们这些男人懂一些的。喝下去了，喝下去了。他是早产体弱，消化不好人乳，得用羊乳喂养。周遭百里，唯有我庄上蓄养。日后我会按时送到谭家庄的。少帅，既然饿了，不如放下刀剑，一起吃点东西吧。好主意。起来，让我来。再拿几个盘子过来啊！好。来，吃啊！来，请。来，多吃点啊！四小姐借意趟了这趟浑水，他日金隐卫查到庄上，你若知情不报，也是重罪，不后悔吗？世子有豁出性命也要保护的人，我也有。不冒这个险，护不住全庄人的命。况且定国公也是我敬重之人。我慎重知道，秘书将军，这个死谏没法为定国公昭雪，反倒连累你。我也不想看见一个人被命运推上一条不归之路。走，快点！苏兰，
昔年承蒙国公相助，谭某方有今日。世子放心，国公有子，我必以命相护。庄主大义，只是今日有所不同。之前水灾，四小姐济灾送粮，恩义相助。若非有她，谭家庄难扛此劫。谭某人斗胆求个情面，我等愿以命相保。四小姐侠肝义胆，绝不会泄密，请世子刀下留人。请世子刀下留人。四小姐，你的田庄保住了。它叫狗尾巴草，你看像不像狗尾巴似的摇来摇去？是吗？原来它叫狗尾巴草。对了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怎么不回家？因为我没有家呀。每个人都有家，你为什么没有家？不是每个人都有家的。这样的宋墨和昨夜的他，又仿佛不是同一个人。苏文陈先生才识过人，到我府中做个幕僚，可好？陈先生当年所投非人，投降弃城，并非他之策。他已跟了我10几年，绝非不义之辈。倘若我坚持呢？想要人质吗？他还是不放心我。四姐姐，世子若还不放心，不如就让严将军留在田庄吧，待事情平息后再换回，岂不与你更有利？严将军是我近臣，他如何能离开？倘若我也坚持呢？他们在小厨房里给你准备了点心，快去吃吧。好。乳娘，世子，小公爷刚喝完羊乳，睡着了。好，过了这条河，前面就是谭家庄，小公爷很快就能安定下来了。就，如何？世子，都打听到了，她是京城西窦家的嫡长女，姓窦名昭，其祖母来自名门崔氏。说是他从小就心狠手辣，谋夺家产，所以被家人厌弃在这田庄。厌弃？嗯，我不也被父亲厌弃驱逐吗？夫人宅院争斗，能传出什么好话来？这窦四小姐聪慧通透，极善应变，行事风格确实不像寻常深贵女子。还有，四小姐的田庄上，农夫皆是武夫，就连她身边那2个婢女都是练家子。这位窦四小姐，其父就职户部，其伯父是刚升任礼部堂官的窦师叔。昨夜之事，怕是另有蹊跷。当年陛下与定国公有一把戒尺，他们一分为2，各自珍藏，承诺信任之情，规劝之意永不变。或许君尊臣卑，向来无前。世子，待定国公回京，不妨将戒尺旧物献给圣上，示弱一二。或许见到巫师，天子便也不忍人非。他看我的眼神很特别，仿佛我们从前就认识。我暂时还看不透他，毕竟久离京中，疏于朝局，
是得先查清楚窦家的底细，以防万一。是。来，小姐面对刀剑镇静自若，线下尘埃已定，怎得反而忧心惊惧？我那镇静都是装出来的。苏文世子懂相面之微，在他眼光所及，能辨人击骨。如今我想起来，就心还一阵后怕呢。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他那双眼睛了。他这般凶狠，小姐为何要帮他？你还没见过他更凶狠的时候呢。若是定国公当真含冤而亡，以他的秉性，怕是能做出更加疯狂的事情，到时候才是大难了。对了，昨晚祖母那边有什么动静？昨夜老太太上床前点了安息香，睡得沉，应该不会察觉此事。那就好。赵姐姐，安素，赵姐姐，安素，你不是和表姐去福亭了吗？收姑苏苏，表姐，快来请听，有喜事。啥喜事？哎呀，恭贺崔老太太，这季公子中了探花，成为我朝最年轻的1甲进士。哎呀，这是一遭，二来是窦七爷已知晓崔老太太慷慨的赈灾义举，走访乡里，给崔老太太请了朝廷的嘉奖。平日里啊，我等都深得崔老太太帮衬，明日定来讨2杯贺酒，天天喜气。好好，那我等就先行告辞。告辞。哎呦，老太太留步。出来吧，听到了吧？自家人得坦坦荡荡的。祖母，方才你们都听到了。本来四小姐还担心老夫人与窦七爷的关系，这下好了，只要有心，母子之间没有什么解不开的旧怨。爹这次有此诚心，祖母总该开怀了吧？哼，小恩小惠，我不放在心上。嘴上硬邦邦的，今天早晨亲手包了荠菜馄饨给七爷送去了。你嘴怎么跟筛子似的，什么都往外漏？是我不对。那方才祖母还说自家人就是要坦坦荡荡的。是啊，好久没见祖母这么开心了，您就认了吧。哎呦，3个小鬼头，好，我说不过你们。夫子近日跟我夸，说明儿诗词做得好，是应不若考教一二。明儿学这些琴棋书画，要紧的是他自己松快高兴，考教倒败了他兴致。也是，老爷，不如歇一会儿，吃点甜食可好？下午母亲差人送来了荠菜馄饨，我多吃了几碗，眼下实在是吃不下去了。爹爹，娘知道您最近公务繁忙，心火盛，这是娘亲自熬了1下午的金匮玉乳，最是润燥补气。帮我盛一碗。饭饱了，来口甜食，正好。原来世英喜欢吃荠菜馄饨，那日后我帮你多做便是。我幼时常闹胀气，母亲便采荠菜包馄饨给我，一吃便好。后来母亲去了田庄，旁人在做，都不是那个味道了。再过几日，给母亲请的嘉奖令下来，正好可以借此请母亲一起随我进京，奉养尽孝。夫人觉得呢？老爷为给婆母请功，四处奔走，若能重归于好，实乃一家之幸事。你能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
老爷，布政使卢大人来了，请他到同文堂奉茶。是。我先去一下啊。老爷，母亲，爹爹心里还是有你的，明明都饱了，还是吃了你的金龟玉乳。哼，这哪是心里有我，这分明就是偏心。等那老钱婆真把窦昭给带回来，这豆腐还有你我说话的份儿。武伯考了10年才中举，还是纪晓哥哥厉害。年纪轻轻，手好便是探花郎。要换作是我，我定摆满宴席，跟7大姑8大姨炫耀个遍。结果他倒好，反而不回来了。他素来不喜欢摆宴贺喜，只会觉得无趣和浪费光阴。他这个怪性子，也只有你能懂。不管怎么样，高中总是好事吧？你看这信写的，全是缘分之语。圣上在殿上问他志向，他说要10年内做成首辅，为朝廷除弊革新，宏图壮志啊！这又不是折子戏，志气太过。陛下吃他狼子野心，追逐名利，这除弊革新，更是把满朝官员当弊病，谁能容他？陛下没给他状元，也没让他进翰林，只打发他去福亭观事，既勇着傲气，哪能受得了？算了，这种人可不能招进我们赵家做赘婿，不然一辈子搞不懂。你不吃吗，寿姑？不吃了，先给他回封信。哦。陛下，正是定国公专政滥权，荒淫无度，才导致福亭贪官横行，水灾连连，百姓遭殃。明日请诸位务必上书，弹劾定国公专政滥权，荒淫无度。是，大人不会忘了吧？福亭正是因为有了定国公，海茂才会保证10年畅通无阻啊。那难道都是他定国公一个人的功劳吗？哎，你爹是吏部尚书，你就让你爹骂定国公懒政专断。行，你爹呢，户部侍郎，就让他骂定国公冷落欺世。懒政专断，冷落欺世，说反了，你爹，哎，说反了也行。定国公懒政专断，应该进行惩治，最好是外调到边境苦地，免得再生事端。定国公乃定国君之首，却公然冷落欺世，欺男霸女，导致一直无后，那他便是不孝。尚书大人此言差矣，定国君私吞军饷，乃是重罪，恳请陛下加以重惩，以保国本。话我都照你说的带到了，哎，可我还是不懂啊，弹劾就罢了，这两边言官的话还自相矛盾。正要如此，圣上看到他们罗织罪名，狗屁不通，便会知道舅舅一介纯臣，并无朋党，猜疑忌惮，自会消去。自相矛盾，一派胡言。陛下，你说说这事儿。阁老，阁老，刚才在御前不是冲着您，皇上问起来，卑职只能秉公食言。秉公食言，只要是为了朝局安稳，自是好事。但此事关乎东南大事，好像与礼部无关吧？啊！时值端午，窦大人
不如回家休沐歇养几天。阁老发话，卑职遵命便是。吴山公子昏迷不醒，四小姐命人抬到了后院空地上。吴阁老的独孙，你们也敢动手？等大夫到，吴公子都已经死了。窦昭，你是要害死全家吗？你既然懂相面之味，就知我没有说谎，我可以救他。